Hello， 大家好，我是冉成。今天我说的是九九第6部中受到死斗替身生存者的影响而和徐伦大战了一整卷的强大替身行星波动。要说这个替身啊，它的造型就如同剥了皮的人一般，头顶的设计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心脏大动脉，猩红的肌肉外露啊，怪异的站姿和强大的替身实力，就如同其替身本体一样充满了爆发性。这个替身啊，其实并非是魏比诺伍斯伍德的，而是由神父的光碟所赋予的。这个替身的名称 Planet Waves 是源自于鲍勃迪伦早年的一张专辑。当然了，之前的替身介绍也都是源自音乐。黄木老师为了宣传自己的歌单，还特意画了8部漫画，可以说是真的持之以恒了。行星波动的能力呢，就如同其名字一样，它能从太空中接引陨石落下来。文中呢，其实没有特地的指出行星波动能且只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应该它可以将地球附近的任何陨石接引到附近的任何地方。这个范围啊，看似很模糊，但是从它替身射程来看呢，也绝对是非常远。我们就暂定其能将任意的陨石召唤降落到任意的地方好了。陨石的温度呢，普遍是在3000摄氏度左右，比融化卡兹的那个火山熔岩啊还要高得多。即便是徐伦的替身将其打飞，依旧会受到重伤。这种程度的攻击绝对是破坏力的顶尖了。陨石的飞行速度极快，如果不是肉眼从其落下开始就追踪的话呢，很难察觉到其运动轨迹的。可以说偷袭也非常的合适了。事实上，陨石落下的轨迹啊，可以被行星波动能随意的操纵，不只限于下落哈，平行飞行也能做得到。你像拐弯，甚至说从隔壁落下后啊，直角拐弯，再从墙壁中射出来都能做得到。非但如此，行星波动所牵引下来的陨石啊，而且还不会伤到本体。不论它速度有多快，温度有多高，在接触到本体之前，它必然会燃烧殆尽，只留下一些残渣细灰和余温而已。可惜的是，这个替身的出场篇幅实在是太短，之前的大部分内容都用来对这个替身本体的战斗技巧来做一个描写了，所以说他替身的能力介绍呢，我们也只能够了解到这里了。替身面板破坏力 A， 就单从陨石的破坏力就可见一二了。不过呢，由于受到了生存者的死斗影响，这个本体更多倾向于用自身的武力去对敌，以此呢来释放他内心的无尽怒火。所以说我们很可惜啊，没有看到行星波动的出拳、踢脚之类的展现。持续力 A，行星波动的确在篇幅中啊持续的出现在了本体的身后，除此之外啊，它过少的篇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以证明它是持续力 A 的一些地方。速度 B， 同样没有出拳，没有连打，没有踢腿，毫无攻击记录的行星波动，只有使用陨石这一点啊能勉强被考虑进速度之中。但是呢，替身能力所召唤出来的一种额外物体啊，又不能被计算在面板里面。毕竟你像陨石的速度虽然说很难统一记录，但是至少都在低宇宙速度之上。若是单看漫画中的陨石大小，那肯定它在被燃烧之前也是恐怖的质量，速度预计能达到15公里每秒，也就是44马赫，或者说是54000公里每小时。这种速度绝对不可能被面板参考。机密动作1，行星波动只能做到拉下来陨石和勉强改变其运动轨迹。比如说，虽然它能让陨石平行地面移动，但是啊，陨石的速度即便是近地后啊，依旧是极快的。以它的机密性根本不足以让其再度拐弯，所以才需要将其燃烧殆尽来避免伤害到本体。不然的话，它的精密度如果再高一些，直接再度拐弯就行了。其实啊，陨石只能做到击中敌人，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其具体击中哪些部位。不然的话，徐伦就不只是腿脚受伤了，而是直接被爆头了。射程 A， 这个呢，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讨论。其一，从其替身能力的射程来看呢，绝对是极远的啊，那可是陨石啊。其二，从其替身本身从未离开过本体1米的范围啊，几乎是全程贴身。这里呢，我们就不做讨论了。大家觉得这个替身到底能不能离开本体去到更远的地方呢？成长性 E， 这个替身大约在2个小时左右之前啊，或者说1天之前才被神父安排进了看守身上。即便徐伦打了半卷的内容啊，才想起来自己用替身能力了。你更别提再打了半卷，他就直接再起不能了。首先啊，他的能力非常的单一；其次呢，他的可控性非常的差。破坏性非常的高，这个 E 呢，其实也就注定了这个替身啊没有其他的可发展空间了。综上所述，这个替身在JoJo的世界中最强大的作用，其实就是不断的使用其替身能力啊，不断的召唤出更多的陨石掉下来，直到好了，这就是本期替身的介绍啦。我是冉成，大家下期想看我介绍第6部的哪个替身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